有些事人的嘴说不出来，不是不敢说，是一开口那件事就缩了，变成某个人的委屈，某段感情的遗憾，某个家庭的不幸。而那件事本来比这些都大，大到装不进任何一个人的一生里。你可能有过那种时刻，想说一件事，张了张嘴，发现没有词，不是词汇量不够，是那件事的形状跟所有现成的句子都不匹配。要说这种事，得先退出人间，退到石头的距离上，从那里开始。《红楼梦》第一回，回目是甄士隐梦幻时通灵，贾雨村风尘怀闺秀。但在这个标题之前，在任何人物出场之前，曹雪芹先写了一段来历，一块石头的来历，一场眼泪的来历，一部书的来历。这一回不是故事的起点，是读法的建立。女娲补天炼了36501块石头，用了36500块，剩下一块弃在大荒山乌鸡崖青埂峰下。书里没有解释为什么多了这一块，没有说这块石头有问题，没有说女娲算错了，就是多了，弃在那里。然后是那6个字，自怨自叹，日夜悲嚎，没有委婉，没有掩饰，就是一块被世界遗下的石头，在那里哭。先在这3个地名里停一停，大荒山，携大荒唐，无稽崖，无从稽查，查无此处，青埂峰，携情根，情感的根源所在。这块石头被丢在一个荒唐无据可查因情而起的地方，这是《红楼梦》对自身的第一次定性，一部荒唐的无法证实的以情为根的书。从这里开始，他先把自己的底色说清楚，再开口说故事。这块石头后来变成贾宝玉颈上那块通灵宝玉，那块玉是身份，是枷锁，也是他漫长流浪途中最具体的形状。但此刻他还在山脚下，他是《红楼梦》第一个出场的角色，不是宝玉，不是黛玉，不是任何一个精灵女子，是这块石头。它是所有命运的原型，够格却没有位置，存在却找不到用处，感受到了全部却无处安放。这本书后来写的那些女子，林黛玉、薛宝钗、贾探春、史湘云，她们的处境各有各的形状，但底层都是同一种结构，在一个运转完毕的系统里多出来的那一块石头的故事，是他们所有人故事的第一个草稿。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停下来，一个写作者要写一个家族的兴衰，写一群女子的命运，写一段感情的始终，为什么不直接写？为什么要先搭一层天界，先让石头哭，先让草木欠债，先让僧道黛玉下凡？因为这层天界让命运成为已知。没有神话层的小说，读者跟着人物一起走，悬念是后面会发生什么。有了神话层的《红楼梦》，结局在第一页就定了，石头要历劫，绛珠草要还泪，判词在第5回把所有人的命运提前写完了。这改变了一切，读者不再追一个不知道终点的故事，而是带着终点看那些人一步步走向那里。你知道这个人会死，你看他今天在园子里笑着写诗；你知道这个家会散，你看他们今天在筹备一场盛宴。那种感受不是悲，是更沉的东西，是看着一件注定碎裂的事物在碎裂之前展现出它全部的完整。悬念从会怎样变成了为什么偏偏是这样。只有神话层能给这种体验，先让你看见命运的轮廓，再让你在命运实现的每一步里感受全部重量。这是《红楼梦》独有的时间方向，不是从开始流向结局，是从结局往回压。每一个场景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判词在缓慢实现。2个人名出现了，甄士隐、贾雨村。甄士隐携甄士隐，真实的事情被隐去了；贾雨村携贾雨村，虚假的语言被保留下来。脂砚斋在旁批了一句：甄士隐去，贾雨村焉。不是在解释，是在确认。曹雪芹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样设计的。这是整本书的加密方式，表面是贾雨，里面是真实，外壳在，内核藏起来了。读者要做的不是接受表面，是在表面里找裂缝，从裂缝里看到真实的轮祸，顺着这把钥匙往里找。英莲携英莲，这个孩子命中注定应当被怜惜。祸起携祸起，它是那个使祸端开始的节点。风俗携风俗，它是整个社会气候的人格化身，它叫祸起。祸起这2个字是曹雪芹对这个仆人的全部定义。他不是坏人，但他是那个使祸开始的人。他抱着英莲去看花灯，然后去解手，然后回来，英莲不见了。一个孩子的一生从这个人去解手的那2分钟里偏转了。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提前写好的判词，在人物出场之前，命运已经藏进了称谓。停在这个设计的逻辑里想一想，
通常的写法是先写人，再给人一个命运，结束时给个评价。《红楼梦》是先定好命运，再造出一个人，再把命运的名字给这个人。读者在认识这个人之前，曹雪芹已经通过名字告诉了你他会是什么。这本书同时运行着2套语言，一套是字面的假语，日常对话，园中嬉闹，人情来往；一套是字面之下的真事，名字、判词、曲词、诗称。2套同时想着，大多数时候只听得见一套。第一回对所有读者提出的要求，在进入任何情节之前，先学会用2套眼睛看这本书。命名系统之外，第一回还埋了另一层底色。石头在天界等待转世的漫长时光里，曾经遇见了一棵草，绛珠草，身在临河岸边，将要枯死，靠神瑛侍者每日以甘露灌溉活了下来，后来修成女形。然后神瑛侍者申请下凡历劫，绛珠草知道了，说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，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去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他了。这一句话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全部爱情的底色，写于第一回，写于2个人都还没有名字之前，不是爱情故事的起点，是一笔账的起点。绛珠草下世不是因为爱，是因为欠，他没有水可还，只有眼泪，他的全部眼泪是这笔债的本金和利息。把这个逻辑放进黛玉身上，她的哭不只是性格，不只是寄人篱下的委屈，从更深的结构层看，她每哭一次就在偿还一点债。他来这里本来就是为了还泪，他的眼泪有来历也有终点，眼泪流完账清，他走。这不是曹雪芹对黛玉的残忍，这是他对黛玉的定义。他来人间不是受难者，是完成者。他离开的时候是使命结束的时候。你以为在读一个爱而不得的悲剧，曹雪芹告诉你，这是一场从第一回就写好了终点的清算。2个人情感有多深，是因为债有多重；结局来得多早，是因为泪有多少。命运的方向是从还泪结束的那一天往前倒推出来的。石头命名泪债之后，第一回里出现了一首诗，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曹雪芹把自己放进来了，他先承认荒唐，再说所有人都说他痴，最后问有没有人懂，他不解释，不辩护，只放下4个字，谁解其中味。有没有人真的从那些假语里尝出了真实的味道？这本书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正式刊刻，他以手抄本形式在人与人之间流传。清代中期书径松紧不一，文人的作品若不走官方刻印渠道，往往只能靠私人传抄存活。曹雪芹批阅10载，增删5次，写出前80回，没来得及定稿，手稿就散落成了不同版本的抄本，每一份抄本上都带着前人的批注字迹。脂砚斋，一个见过真实的人，注解写在天头行间，与正文叠在一起，被一同誊抄，一同流传。这不是一部书，是一部书加上一个见证者的声音，加上所有抄录者传递过他的印记。脂砚斋在那首诗旁批了一句：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，哭成此书，人无出息，书未成，秦为泪尽而逝。书没写完，作者走了。后来有人续了后40回，有人整理出了不同版本，有人争论哪份抄本更接近原意。270年，这本书被续写、被删改、被注解、被争论。这本书流传下来的方式本身就是它命运的一部分。手抄本、残本、续写、批注、遗失，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官方版本，所有版本加在一起才是《红楼梦》的全部形态。这个系列读的是文本，从写了什么，从怎么写的，从为什么这么写，不裁判版本之间的是非。曹雪芹和那块石头的处境最终是同一种，有东西需要说出来，但直说的语言不存在，于是藏进一部书，假语存了下来，真事隐在里面，然后等一个从荒唐言里尝出辛酸味的人。然后叙事正式开始了，第一个人类角色出场，甄士隐，住在金陵昌门外10里街仁清巷，乡绅，秉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每日只以观花修竹，酌酒吟诗为乐。一个小日子过得去的人，与朝廷无关，与权势无关。某天午后，他做了一个梦，午后的光线不刺眼，压着闷，像从另一个世界沉下来的重量。声音远了，甄士隐合上眼。梦里一僧一道带着一块美玉在说话，说那块玉将要下世历劫，尽昌明隆盛之邦，诗礼簪缨之族，温柔富贵之乡。甄士隐凑上去想看清楚那块玉，和尚喝止了他，凡间有何乐趣？没看清就醒了。这是曹雪芹设计最用心的一处。甄士隐
距离真相最近，却永远在将要看清的那一刻被截断。它叫真视影，它的功能是承载真实，然后让真实消失。他摸到了这本书最深的内核，然后被拉回了人间。再看那一僧一道、赖头僧、跛足道，他们后来反复出现。第一回告诫甄士隐英莲有命无孕，第12回给贾瑞风月宝剑，第25回救宝玉凤姐，最后带宝玉离开。每一次出场都在命运的岔口，每一次他们提供同一样东西，一条退路，一个不走这条路的选项，而几乎每一次那个选项都被拒绝了。他们不是佛教和道教的代言人，他们是这本书的退出机制，出口始终可见，始终无人走，直到最后。甄士隐的人生后来证实了这一点，女儿英莲丢了，家被一场火烧了，投奔岳父风俗，风俗被盘剥殆尽，最后在街上遇见那个跛足道人唱好料歌，才终于走向那条一直存在的退路，从有到无，从无到了悟，从了悟到消失。整部《红楼梦》将用80回展开的事，甄士隐用一个人的篇幅走完了。他是贾府命运的沙盘演习，先繁华后崩塌，最后走向那个退出机制。只是贾府的版本更大更慢，有大观园做缓冲，有诗社做麻醉，走向同一个终点。从那块多余的石头到甄士隐在梦里没有看清的那块玉，第一回的前半段只做了一件事，建立读法。命运在前，人物在后，名字有2层，甄士藏在甲乙里。爱情是一笔账，从清账的那天往前数，时间不是从开始流向结局，是从结局往回压。有一条退路始终存在，始终可见，无人使用。作者不在故事外面，他是那块石头的另一种存在形式。甄士隐是这本书的第一个人类读者，他摸到了那块玉，但没有看清就被叫醒了。这本书后来的所有读者都在重复这个动作，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他没说是谁的心酸，可能是他的，可能是那块石头的，可能是那棵绛珠草的，可能是所有那些他来不及写完的人的。那块石头在日夜悲嚎之后，终于等来了机会，换一副皮囊去人间走一遭，他即将进入的那个地方。和尚说那里不过是例幻，不值一去。他还是去了，所有人都还是去了。甄士隐消失在路上之后，贾雨村的时代开始了。一个穷书生如何一步步走进权力中心，以及那个叫风尘怀闺秀的怀字，远比他看起来要重得多。